这是大海门口的一条路啊。大海家门口这条路呢也要拓宽，大概从这个梗的位置大概有5-6米宽吧，然后一直通到村的另外一头。大海所在的他家所在的这个村子呢，在当地是比较大的一个村子，一个村子有400-500户。大海他们家呢上面搭了很多棚子搭了很多棚子，所以就下雨的时候也淋不到，家里非常舒服。外面种的果树，这里也种了好几种果树，有芒果，有这种黄色的花，在越南是比较贵重的一种植物。这里还有很多沙子，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很多沙子。大海，你家里为什么有很多沙子啊？这里沙子是做什么用的？大海家准备把这个房子盖高一点，就是当时买了很多沙子所以这个沙子是建房子留下来的。那这里这个位置呢，就是今后他计划房子重建了以后再建高一点。那计划这里是做个鱼塘就越南人很喜欢在家里做鱼塘做花养花这边是大海家的厨房和餐厅，但是大海家他们因为越南人吃饭都是坐在客厅的，所以餐厅很少用。这个米粉呢是大海老婆做的在他们村上也卖这种米粉，很多人过来买，我看他们很多人买。这个面粉的价格呢，1公斤是15000越南盾，他们加工一下卖2万越南盾，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利润，就是辛苦钱，赚的全是辛苦钱。这是大海家的侧院另外的一边，房子的另外一边。在越南呢，很少有把这个房子顶格盖的，一般都是留下一个小过道，种花或者说是养一些小动物。在大海的家门口是这种一望无际的越南中部的平原，在远处就是高山了。山区的地方离柬埔寨就非常近。我们能看到山，其实离山挺远的，有40到50公里。大海家的房子现在只有1层，那当时呢盖了房子以后呢，他父亲生病后来病故，然后他又到胡志明去工作，所以当时呢建这套房子的时候，他家里发生了很多事情也是他后来到了胡志明之后我们认识的。在他们村子上，像这种排水沟很宽深也谈不上多深吧，但是排水觉得很好，有很多这样的排水沟直接通到那个日丽江或者通到海边这种排水设施非常多几乎家家户户每个人门口都有，或者有那很深的那种排水管道，直接是给这种大的沟渠是连着的，所以他们这边农村排水做得很好，真的是不会淹。那有淹的地方，在越南有淹的地方，肯定不是像这样规模很大的村子，都是一些在山区里面，或者说基础设施比较差的地方。在越南呢，像在越南中部，像大海老家这样的村子，相对来讲是他们越南中部里面村子里面应该是比较好的了。大海花了很多钱买了很多这种盆景这样的盆景其实在越南价格虽然没有多贵吧，也要几百万一盆。那跟中国来比的话，肯定是越南的相对来说比较便宜，所以大海家里面买了很多。大海很喜欢这些东西，赚了钱就买一点就买了很多了。这块田地其实也是大海家的，种了一些青菜种了一些红薯。这个是他们家不用买青菜，1年4季都不用买，在门口直接摘了吃了，也不用打农药。这里还有一些黄瓜或者说是其他的东西，这是种的香蕉。这里的香蕉呢，它反正前2天我们还摘了吃了味道也不错，挺甜的这边就是这个香蕉还没有熟的样子。给我留言说大海他做海员，因为做海员非常辛苦嘛，做海员的收入大概有多少？那差不多也合到5000万越南盾相当于是2000美金吧。
因为他这个做海员真的非常辛苦，而且在海员他是在一个中国的船上做海员，因为他会一些中文嘛。那个在中国船上做海员的收入和中国船上的中国船员的收入，他们差了整整一半，所以就等于是同工不同酬。我们中午吃饭就是很简单，但是又比较丰盛的中午饭。亲戚来，想留他吃饭。这是刚刚我拍的那个香蕉啊，就是这样的自然长熟的香蕉啊，没有任何的催熟剂。大海一家5口的合影。我吃饭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拜拜。